崔佛是游戏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角色，他冲动暴躁，精神错乱，这是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角色，为何能成为玩家最喜欢的人物呢？崔佛这扭曲暴躁的性格，根源在于他那悲惨的童年。他出生于加拿大的边陲小镇，在美加边境长大。崔佛的童年十分黑暗，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每天都要遭受父亲的虐待，而母亲对他也是不闻不问，甚至冷眼相待。在这样的双重摧残下，缺少关爱的崔佛从小就患上了易怒症，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他的父亲更是直接将他遗弃在商场，崔佛为了报复，直接一把火烧了整个商场。这也表明那时的他心理上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他的内心逐渐扭曲。之后的他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由于早早辍学，缺少文化知识，他一度认为古罗马是美国的一部分，常常遭到别人的嘲笑，这也使他的精神状态更加不稳定，经常失控。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未交过朋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在驾驶飞机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于是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去追寻自己的热爱。本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但一份精神评估报告打破了这短暂的美好。报告显示，崔佛的心理状态极不稳定，不适合继续当飞行员，于是他被空军除名。遭受打击的他自此一蹶不振，成为了真正的流浪汉，无所事事的混迹于边境。直到他遇到了麦克，这个与他羁绊一生的人。麦克的出现为崔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崔佛和拉玛的自述中提到，他与麦克的第一次相识是在麦克运送货物时，因为帮麦克解决了麻烦，麦克邀请他做自己的搭档，两人从此开启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崔佛脾气暴躁，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间隙。但在崔佛看来，麦克无疑是自己的手足兄弟，他非常看重两人之间的这份情谊。在崔佛心中，麦克是少有的能完全接纳他的人，两人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论任何问题。但麦克却不这样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麦克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育有子女，再加上两人性格的差异，注定了这个两人组不会长久。心思缜密的麦克开始为自己的家庭和以后平稳的生活做打算，而崔佛更喜欢和兄弟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之后崔佛结识了布莱德，但麦克和布莱德之间相互不信任，麦克的过度谨慎也让崔佛有些不高兴。主要是崔佛和布莱德两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处融洽，布莱德还建议他们切断与麦克的联系，但听到这里的崔佛果断拒绝，他不能接受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背叛自己的好朋友。此后三人开始了一场北洋克顿的抢劫行动，经过麦克的精心设计，三人最终在撤离地点被埋伏，布莱德当场中弹身亡。麦克凭借其精湛的演技，让崔佛放弃自己独自逃生。逃出升天的崔佛以为麦克已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从失去挚友的悲痛中走出来，甚至用纹身来纪念麦克，这也让他逐渐染上了毒瘾。此后的崔佛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选择在布莱恩县的沙漠地带定居。在这里，他结识了罗恩，一个十足的偏执狂。随后的时间里，崔佛又结识了一位毫无经验的流浪者韦德，以及制药专家大厨。之后的几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型的犯罪帝国，名为崔佛菲利普企业，专门从事各种黑色生意。在这样一个充满邪恶的地方生存，崔佛的敌对势力也不在少数。此刻老崔迫切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助手，而小哑巴在许多场合都给予了老崔帮助，同时也从中获得了不少收益。最后老崔和小罗策划了一场名为首轮募资的犯罪活动，他们邀请小哑巴去抢夺各个帮派的草药，并将其全部贩卖。然而不幸的是，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重大意外，交易未能顺利完成。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对老崔的心态造成太大影响，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打算再次扩大飞利浦企业规模。尽管形势看似还算平稳，直到因为一个叫艾神令的女人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她是失落摩托帮老大强尼的女友，因不满两人偷偷约会而找崔佛理论。愤怒的崔佛直接干掉了强尼，担心遭到报复的他，下意识地决定先发制人。随后失落摩托帮在这片地区彻底被抹去。之后崔佛又重创了另一个死对头阿斯提克帮，并接管了他们的生意。后来老崔还尝试与三合会的陈氏父子做生意，他们的老大陈伟派了自己的儿子陈涛和一个翻译和崔佛谈。崔佛将二人带到草药生产基地后，正赶上阿斯提克帮的人来找崔佛算账，崔佛竟让他们去冰柜里躲着。解决完敌人后，被冻得瑟瑟发抖的陈涛和翻译不再打算与崔佛交易，转而投向欧尼尔兄弟。崔佛认为是欧尼尔兄弟抢了他的生意，再加上本来就极度讨厌欧尼尔兄弟，于是他前往欧尼尔兄弟的庄园，炸掉了欧尼尔庄园以及大部分家族成员。同时回到家的崔佛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一起洛圣都的抢劫案，他瞬间意识到自己的老朋友可能还活着。随后他派出韦德前往洛圣都打探消息，不出所望，从韦德带回的消息中，一个叫麦克迪圣塔的人符合他老友的所有特征。随即崔佛动身前往洛圣都寻找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来到洛圣都，崔佛先是来到韦德表哥弗洛伊德的住处借宿。弗洛伊德在码头工作，为人循规蹈矩，不管他是否欢迎，崔佛都住了下来。当崔佛找到麦克时，麦克家里正在吵架。随着崔佛的出现，家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对于崔佛来说，现在的心情极为复杂，生气中夹杂着激动，而麦克更多的是惊吓。崔佛生气是因为这9年里，麦克从未联系过他。对于麦克的说辞，他似乎又理解了这个老朋友，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现在的崔佛唯一不甘的就是处于联邦监狱里的布莱德。此时的崔佛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麦克编造的谎言。在得知麦克成为了 FIB 的证人，并时不时帮助他们处理一些琐事后，老崔虽然有抱怨，但更多的是选择默默支持麦克。当崔佛问到他的女儿崔西去哪里了，麦克则说去参加选秀活动了。崔佛便拉着麦克赶到节目现场，准备去看看。当看到崔西参加如此不雅的电视节目时，崔佛感到很生气。他关心兄弟麦克，自然也关爱他的子女，一定要为他的兄弟出气。崔佛和麦克追上主持人，逼他脱了裤子跳舞才撒气。而崔佛来到洛圣都也没有忘记搞犯罪活动，因为弗洛伊德在码头工作，他得知了最近的洛圣都码头被梅里威瑟雇佣兵公司给包了，觉得肯定有好东西，便开始策划起了抢劫活动。而此时的另一边 ，FIB 的史蒂夫联系到了崔佛，让他和麦克合作，去劫持正在被 IAA 严刑拷打的 K 先生。在这次行动中，崔佛第一次见到了弗兰克林，之后三人合力将 FIB 的目标 K 先生从 IAA 那里抢了回来。后来崔佛又和弗兰克林、拉玛一起参与了一场小的草药交易。起初交易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崔佛提出他想尝尝货，这才发现上当。之后便是一场激烈的枪战，三人通过摩托艇得以逃脱。后来 FIB 又联系到了崔佛，让他审讯 K 先生，审讯的过程极其残酷。事后 FIB 的人还让崔佛干掉 K 先生，但崔佛却没有这么做。他带着遍体鳞伤的 K 先生赶到了机场，让他赶紧逃离洛圣都。从这里可以看出，崔佛也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后来，崔佛伙同麦克和弗兰克林实施了抢劫计划，成功从码头抢到了核潜艇。但抢完后，莱斯特很快赶到，并大骂崔佛赶紧把东西还回去，因为这东西竟是拥有14亿人口的神秘东方大国的核武器。要是真拿了这东西，洛圣都恐怕真要面临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降临了。此时的崔佛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麦克和弗兰克林的劝说下，他还是决定将这个庞然大物归还给神秘东方大国，这才平息了这场东风快递事件。崔佛精心策划的这场抢劫，最终却成了一场闹剧。随后，崔佛还和麦克一起为墨西哥黑老大马丁·马德拉索干活，但办完事后，这个黑老大竟然不想给钱，这让崔佛十分生气。难道又要白干了吗？崔佛经过多方打听，发现这个黑老大并没有东风快递，于是他便把黑老大的老婆派翠莎给绑架了。虽然派翠莎是被崔佛绑架来的，但她在崔佛那里过得还不错。一方面是黑老大在外面有情妇，对原配夫人态度极差，而崔佛反倒没有对派翠莎大吼大叫，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最关键的是，崔佛竟然喜欢上了这个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少妇，毕竟他是有一些恋母情节的。不过因为绑架派翠莎，崔佛和麦克在这段时间内无法返回洛圣都，因为一到洛圣都，黑老大的手下就会疯狂地向他们展开攻击。在崔佛和麦克避风头期间 ，FIB 再次找到麦克，让他们筹集资金。于是麦克打算和崔佛几人商量抢劫一家银行。经过精心的准备计划和盘查，崔佛、麦克和弗兰克林一同抢劫了佩里托银行。这次银行抢劫行动进行得十分艰难，到了后来，甚至连鹰酱的坦克都开了过来。崔佛等人见状招架不住，便通过一辆火车仓皇而逃。虽然这次比较惊险，但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他们抢了大几百万，但大部分都分给了 FIB， 这让几人都感到愤怒与不公。不过崔佛和麦克也不能一直在沙漠躲着，于是麦克带着崔佛去梅里维瑟的列车上取了一件艺术品，送给了马德拉索，并将他的原配夫人归还，这才摆平了此事。崔佛在送回派翠莎时还警告黑老大要对派翠莎好一点。面对与派翠莎的分离，崔佛甚至流下了眼泪，可见他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少妇。在重返洛圣都回弗洛伊德住处时，正好碰见了弗洛伊德的女友黛博拉，而黛博拉并不欢迎崔佛的到来，一见到崔佛就想把他赶出去。但崔佛可不是说走就走的，于是愤怒的黛博拉直接拿出了手枪，逼崔佛和弗洛伊德离开，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到鲍勃很好。很明显，弗洛伊德是被黛博拉戴了绿帽子。崔佛对黛博拉的不忠也感到很生气，而面对黛博拉的背叛和敌意，弗洛伊德也拿起了一把刀自卫。随后画面一转，崔佛依然浑身鲜血，面带痛苦表情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从表面上看，崔佛干掉了这两个人，但仔细想想，事情未必是这样。崔佛生气主要是集中在黛博拉身上，因为他脾气臭，还对弗洛伊德不忠。当时的情况可能是黛博拉开枪杀了弗洛伊德，崔佛怒火中用刀杀死了黛博拉，而不是这两个人都是崔佛干掉的。崔佛在出门时表情很痛苦，以崔佛的一贯作风，他杀人时是不会有什么难过的。这次应该是死了他不想让其死的人，他才会有如此痛苦的表情。当时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还有很多说法，不过可以推定崔佛没有杀弗洛伊德。后来三人又和莱斯特商议，三人计划干一票大的，这也是当年崔佛和麦克的梦想，抢劫联邦储蓄银行。然而崔佛心中始终放不下当年的同伴布莱德，因为戴夫一直在冒充布莱德给崔佛发消息，这让崔佛觉得布莱德尚在人世。他计划着让麦克和自己一起劫狱救出布莱德，让布莱德和他们二人再次相聚，再干一票大的就收手。但麦克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崔佛，再加上麦克的各种糊弄，这让崔佛不禁怀疑布莱德的生死。于是崔佛一气之下驾驶着飞机重返北洋克顿，想要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崔佛挖开麦克的坟墓时，他竟看到了布莱德的尸体。或许崔佛早已想到这个结果，但当事实真正摆在眼前时，他还是无法面对。
此时的崔佛无法接受自己被如此巨大的谎言所欺骗，他无法相信自己情同手足的老朋友麦克竟如此虚伪。两人拔枪相对，最终因为三合会的成员来报复崔佛，崔佛趁现场混乱丢下麦克独自返回了洛圣都，而麦克则被三合会的人抓走。随后神伟打电话给崔佛，威胁他如果不交出生意就干掉麦克。崔佛此时正在气头上，便让神卫随意处置麦克。不过崔佛嘴上虽这么说，但回到洛圣都后，他宿醉的频率明显高了很多，可见他比平时更加不安。他还是无法接受老朋友的欺骗，或许是内心的挣扎。他开始逃避，但当他面对现实时，还是会想起他和这二人组之间的点点滴滴。后来麦克陷入了重重包围，身处险境时，是崔佛第一时间赶了过去，解救了这位老朋友。崔佛对麦克说，能杀他的只有自己，这次是为了最后一票。但其实崔佛还是放不下麦克这个兄弟。三人最后干了一票大的，抢劫了联邦储蓄银行，算是完成了崔佛当年的梦想。随着三人在洛圣都掀起了巨大的风波，各方势力也盯上了他们。当命运来到交叉路口时，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如果选择干掉麦克，崔佛会痛骂弗兰克林一顿，并且不会提供任何帮助；而选择干掉崔佛，麦克则会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就是崔佛和麦克的不同。但崔佛的命运注定坎坷，他悲惨的童年造就了他冲动暴躁的性格，不稳定的情绪成为了他留给别人的刻板印象，随性的办事风格也让很多人讨厌。不过他的真诚却是洛圣都里难得可贵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喜欢崔佛的原因吧。纵观整个游戏，崔佛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最有个性的。他或许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在这个疯子的世界里，朋友可能就是他的全部。C 选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最完美的结局。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崔佛的身影了。他若有朝一日能够与他重逢，真希望与他坐在一起倾心畅谈，重温过去的情谊。毕竟崔佛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他那对友情执着坚守的精神，曾为我们带来太多难以忘怀的瞬间。Ooh, hypocrisy, Franklin. Civilization's greatest virtue. Jesus, your therapist has a lot to answer for. I know, I still hate myself. But hey, at least I know the words for it now. Yeah, but I hate you, and I know the words for it. So does that mean I don't have to go to therapy? Look, man, you two motherfuckers terrify me of that middle age. I'm good. You're right to be afraid, Franklin. Yeah. Be very afraid, Franklin. Tell you one thing, T. I'm getting too old for this nonsense.